在美国有一句谚语，如果你是一个警察却不会使用钓鱼执法，那么你还不如回德州卖玉米。有时候为了挖掘出潜在的犯罪分子，女警们甚至会亲自上阵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猫眼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美国的弗勒斯诺市姑娘们正在为上班做准备，她们换上吊带、短裤和高跟鞋，化着浓郁的妆容，走上车来车往的街头。这群穿着迷人的姑娘可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风俗交易者，她们是女警察，正在执行钓鱼执法的任务。这次的行动目标是那些有可能对她们产生花花心思的男人们。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，在枪支合法随身携带的美国，这些上街拉客的姑娘随时有被伤害的风险。为了提高她们行动的安全性，便衣警察坐在车里，全程注视着周围的风吹草动。只见这位卧底女警在街边来回走动，她穿着性感，身材婀娜多姿。不一会儿，就有一辆越野车停在她面前。鱼儿上钩了，女警察扭动着凹凸有致的身材走上前去，直白地问对方：“你需要服务吗？”车内的男人显然是个熟手，反问道：“40美元一次如何？”卧底女警立马开始抬价说：“我的价格是60美元。”男人虽然对眼前的女郎十分心动，但考虑到自己的钱包，最后开车离开。反正这条街上的女郎这么多，他总能找到价格实惠的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警方已经锁定了他。周围的警察迅速追上目标车辆，于是这位大哥就被一脸蒙圈的被带走了。警察开始对他拍照登记，并将信息公布到网上，方便市民监督，督促其改正。估计这名大哥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有一天竟然会栽在卧底女郎的手上。这边刚刚抓到一个，另一边女警盖亚也有了进展，出警依旧迅速。被抓时，男人高举双手，还在狡辩：“是他走向我的，我是无辜的。”可警察不听这些，因为这本来就是陷阱。你有这个想法还付出了行动，那肯定是要依法办事了。仅几个小时，几名女警就吸引了不少想违法的路人，警局里被抓的人也越来越多。仅一次小面积的街头卧底测试就发现了大问题，而这样的街头交易只是一小部分。为了进一步打击这些产业，警方们卧底到曾经是黑帮分子，现在是皮条客的杰瑞身边。这个男人将女性当作商品一样贩卖，开车巡游是他每天的工作日常。这来回转悠，便是因为需要监视这些姑娘们是否有好好工作。车子每到一处街角或转弯处，都会看到有一名年轻女性站着等待接客。这时杰瑞就会对街头的女人说道：“做好你自己的事。”说完后，杰瑞又向新来的小弟大方说道：“他有办法让这些漂亮的女性为他工作。为了让生意更上一层楼，他还会时常补充更漂亮女人。这是一个一本万利的行业。”杰瑞通过暴力约束手下10多个女人，这些姑娘们必须对他言听计从。一个女人一天工作需要赚到1000美元，而这些钱会100%的上交给他，多出来的钱也不能留下，每天他都会检查。如果被查到，这些姑娘们下场十分惨烈。他手上的枪可不是开玩笑的，在暴力管制下，他也会提供一定的保护，避免他们被客人或其他皮条客欺负。严厉残酷的管理方式会让有些女孩反抗。对于这些背叛者，杰瑞这些皮条客有很多办法处理，比如以家人做威胁，看似简单却十分管用。就算是多种威胁方式，还是会有小部分幸运的姑娘能成功脱身。20岁的德拉因为管理自己的皮条客意外中枪身亡，所以便成功脱离了管制。他13岁时就流浪街头，后面被迫入了这个行业。为这些人出卖身体的这段经历，他每一次回想起来都会害怕。这段记忆里，除了被皮条客殴打威胁外，他还需要时刻担心家人的安全。离开皮条客后，他也尝试过重新考上大学，回归生活。但是长期压榨下，没有任何存款，也没有任何生存技能的他，只能重操旧业。警方通过卧底的一段时间，成功获取了一些信息。这次他们要出击了，虽然不能一次性将所有皮条客一网打尽，但是能抓一个，也能拯救部分受害女性。除了女警以外，男警察们也深谙钓鱼执法之道。在美国曼哈顿城市，为了有效执行扫黄打非行动，男警则装扮成了需要服务的客人。警方锁定目标皮条客后，卧底警员就在周围预定了一家旅馆，
这是普通人最喜欢光顾的地点。这一次，许多警员潜伏在房间隔壁，随时准备抓住皮条客。房间内，这名卧底男警拿出手机，在网上预约了上门服务。随着夜幕降临，一位穿着暴露的女子在旅店门口下车了。载她前来的男人正是皮条客。女子进入了卧底警员的房间，为了降低她的防范性，男警还特意杵了根拐杖，假装行动不便的样子。两人刚要直奔主题，隔壁房间的警察就以例行检查为由逮捕了这位女郎。与此同时，开车离开不久的皮条客也在街边被警方追上，并成功逮捕。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那个预约服务的人就是警察。然而，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事。在随后的审问中，被逮捕的女郎宁愿自己揽责，都不会出卖皮条客。警方很难从他们嘴里知道有用信息。他们常年被皮条客压榨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，早已对警方失去了信任。看来，美国警方要走的路还有很长。除了打击本土人员的交易外，美国警察还针对境外输入的风俗女展开了钓鱼执法行动。男警察会卧底成男客，主动去街边按摩店寻找服务。这次他们的目标是一家外部杂草丛生的按摩店。一名男警穿着便衣推开了按摩店的门，他就像每天来来往往的男人一样，一进门就开始询问特殊服务。店里的妈妈桑并没有发现男警的身上装有窃听器，他的同事正坐在附近的车上，全程监听他们的对话。监听语音中陆续传来做全套、价格等辣眼的词汇。紧接着，男警还向妈妈桑暗示自己有一大批兄弟要来，问他店里有没有那么多姑娘。妈妈桑欢天喜地地叫出所有姑娘迎客，结果兄弟却是警察之间早就商量好的行动暗号。周围的便衣警察迅速出动，直接推开按摩店的门。屋内几位身穿贴身长裙的女子被吓破了胆，刚要逃跑就被警员逮住了。随后，警方对房间进行了搜索，在各个隐蔽角落发现了大量交易获取的现金。最终，按摩女和老板都被逮捕了。据了解，这些按摩女很多都是韩国姑娘，她们有的要还高利贷，有的欠别人钱，所以才不得不做这一行。她们会被派往纽约、洛杉矶等各大城市。妈妈桑则将她们控制在房间里，等待客人挑选。妈妈桑一般见多识广，足以对付警方，可她实在没想到，警方居然还会钓鱼执法。但奇怪的是，美国警察这边绞尽脑汁逮捕了风俗女，转头美国法院就把他们放了。因为在美国卖身是轻罪，是罚款和短期监禁。衣冠楚楚的美国法官们完全不把这当一回事，以至于很多被抓的风俗服务人员连24小时的关押都没有。尽管这些警员尝试用钓鱼执法解决这些犯罪行为，但利益驱使着许多贪婪的人前赴后继。同样的问题放在所有国家身上都一样，光是打击某一个犯罪事实的表象没用，更重要的是解决民生问题。显然，美国是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这个问题，或者说是没有正视这个问题。至于美国各个阶层背后是怎么想的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美国警员的钓鱼执法虽然的确卓有成效，但问题是，钓鱼执法真的合法吗？事实上，很多人不赞同这种执法行为，认为其存在诱导嫌疑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哦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